在悠悠长河之中，藏着一段缱绻悱恻的爱情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南宋那位心怀壮志的宋孝宗赵胜，以及他挚爱的陈妃。彼时，风华正茂的陈妃以绝世姿容与温婉才情，闯入了赵胜的世界。从此，两颗心紧紧相依。战火纷飞，陈妃毅然陪伴赵胜左右，共担风雨，不离不弃。然而命运弄人，陈妃红颜薄命，香消玉殒。痛失所爱的宋孝宗悲痛万分，为了让这份爱永存，遂在锦溪古镇的五宝湖畔修筑了一座神秘的陈妃水冢。几百年来，水冢静静伫立，湖水悠悠环绕，仿佛在默默诉说着这段千古流传的爱情悲歌。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锦溪古镇，探寻陈妃水冢，揭开那段被时光掩埋的神秘传奇。锦溪古镇位于昆山的南面，正好是苏州与上海之间。开车来的伙伴推荐导航圆圈的这个位置，除了接近景区门口之外，而且还免费。随着镜头慢慢走进古镇，我们继续说说锦溪古镇的历史。根据史料的记载，锦溪这个地名呢，是在北宋大观元年，也就是公元1107年，将这里正式定名为锦溪。当时贸易主要是走水运，所以锦溪遍布的河道相当的有优势。可以想见当时街道熙攘，店铺林立，南来北往的商贾汇聚于此，会是多么热闹的场景。然而到了南宋隆兴2年，也就是公元1163年，命运的齿轮在此发生了转折。故事的主角是心怀壮志的宋孝宗赵胜，以及他挚爱的陈妃。赵胜还是郡王时，在一次宫廷宴会上对陈妃一见钟情。陈妃不仅容貌出众，且才情斐然，温婉动人。此后两人形影不离，共赏四季更迭。后来金兵南侵，山河破碎，宋孝宗由现今的南京往杭州行军，陈妃不幸染病，香消玉殒于锦溪。宋孝宗伤心欲绝，为了让这份爱永存，他下令在锦溪的五宝湖畔修筑一座水冢，将陈妃葬于其中，并将锦溪改名为陈墓。此后的悠悠岁月里，陈妃水冢静静伫立在五宝湖畔，湖水悠悠环绕，仿佛在默默诉说着那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锦溪的名字历经更迭，从陈木村、陈木镇，再到陈茂公社，但水乡的烟火气始终未变。直至1992年10月，经过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，陈木镇恢复旧名锦溪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来参观的锦溪古镇。锦溪它的独特之处，不仅仅是一座古镇，而是一部活着的历史。接下来，请跟着我的镜头走进古镇瞧瞧。
眼前这座寺庙称为莲池禅院，一样是在1163年修筑水肿的同时，也新建这座寺庙，为陈妃诵经超度。在这800年的岁月中，莲池禅院陆续修缮。我们目前看到的景象是1996年修缮后的结果。眼前这座文昌阁则是清朝乾隆38年修建。前方则是古莲池，春天会种满莲花，6到9月是最佳的观赏期。走到这个位置，眼前就可以看到陈妃的水肿。目前进入锦溪古镇是不需要买门票，不过走前方的这个古莲桥则是要另外收费，我就没有去体验了。这座古莲禅寺有个特别的地方，一般庙宇的大门都会是朝南的，但是这寺庙的南面是正对着陈妃的水肿，所以很有趣的可以看到这寺庙大门是往北面开的。景区服务有扫码讲解，大家可以扫来听看看。庙里有提供面食，一碗是20元人民币。上一次来锦溪古镇估计是2016年的时候，当时可是人声鼎沸，搭船还得排队。今天就地重游，明显感觉得到游客非常的少。我想应该跟经济不景气，大家缩衣节食有关吧。古镇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桥梁众多。资料显示，锦溪古镇有36座桥，而且几乎都是这种石桥。
我们先以空拍机的视角观察一下这座古镇，接着再继续散步。
进古镇也一段时间了，口有点渴，来杯现榨的甘蔗汁。甘蔗汁中杯是卖10元人民币。街上有很多摊是卖这种风干的鸡肉，这猪头挂在饭店门口，感觉也挺诡异的。在这个小众的景点，适合假日的午后漫步消磨时间。另外，锦溪古镇是一个仍然有当地居民居住的古镇，所以还可以看到乡下居民生活的样子。感觉这一侧的水相对没有在流动，所以看起来有一点脏脏的。因为现在游客不多，我看这两侧的商店其实都是大门深锁的。对面这边则是提供民宿的店家。前方这座称为里河桥，始建于宋代，清朝1747年的时候有重新修缮过。前方的村民是用河水洗菜。景区里见到不少维持秩序的保安。我再往巷弄里走，看起来这边比较像是当地居民生活的生活区，也可以看到一些建筑过去被改成民宿在经营，不过目前没有见到任何的游客入住。
见到这种菜的菜地，稍微有一点烟火气，感觉跟一般的农村一样，只有留守的老人与小孩。有一种转角要走进别人家里的感觉。这一个巷弄部分的房子看起来毁坏的比较严重，应该是已经规划拆迁。因为偶有石块掉落，所以看起来有装了一些安全的护栏。这一侧的房子则是已经不能住人了。穿过这道拱门，仿佛来到另外一个世界。这个是使用过的煤炭。好吧，这个滑手，谢谢啊。有游客在跟景区保安吵架当中。眼前这一座是普庆桥，因为在游客划船的航道上面，所以也比较知名。也是在清朝有重新修建过，所以看起来相当的结实。
这个雅座挺好的，好天气的时候跟3、5好友喝茶聊天嗑瓜子，挺惬意。这里是手摇船上船的地点，一条船是150元，最多可以坐6个人。现在这个季节，看起来工作人员也是闲得发慌。到这边古镇就绕了一圈，绕一圈大概就是在50分钟左右。另外，锦溪古镇相对知名的景点是石眼桥，就在城飞水肿旁。为何叫做石眼桥呢？因为它有11个桥墩，也就是有10个开口，所以称之为石眼桥。古镇逛的差不多，开始往回走。往停车场的路上，这个公园修得挺美的，整理得干净，路上没见到什么垃圾。刚离开锦溪古镇，发现旁边的五宝湖风景挺好，所以停下来走走。索性拿出无人机，跟着我一起散步。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，感受一下五宝湖的冬日景色吧。
这里是很大的一片草地，适合搭帐篷以及钓鱼等户外活动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